说我是他的客户。费可欣好奇地问道：是哪位？马修·皮特森立刻指着不远处的叶晨，笑着说道：就是那位先生，他说他是风水师，还说您也是他的客户之一。费小姐，您认识他吗？费可欣看到叶晨的背影，便立刻将叶晨认了出来。他心中先是一喜，随即便不由得皱了皱眉，心中暗忖这个马修·皮特森说话的语气好像不太对劲，前面说的还算正常，但为什么最后还要多此一举地问一句我认不认识叶先生？难道他在怀疑叶先生说谎？想到这，费可欣立刻将事情猜出了个大概，心想看来这家伙八成是不相信叶先生所说的话，所以借机会跑来跟我打招呼，顺便故意提及叶先生，想让我亲自戳穿叶先生。一念至此，费可欣不由一脸诧异地对马修·皮特森说道：我确实有合作的风水师，不过他前段时间去外地了，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吧？那个人的背影看着好像也不是他本人。马修·皮特森一听这话，顿时惊喜不已地说道：哎呀，那估计那个人是冒名顶替的。费小姐，您有所不知，他一直在这里打着您的招牌招摇撞骗，我一听说连您都是他的客户，差点就跟他签了一个1年几百万美金的风水大单，幸亏在这里遇到您了，不然我恐怕就要上当受骗了。费可欣眼见马修·皮特森喜惊上身，哼笑一声，随口道：跟我合作的那位风水师出场费可是很高的，若是跟他不熟的人，别说几百万美金1年，就算是几千万美金1年，他也不会多看一眼。马修·皮特森笑着说道：那看来您合作的那位风水师才是真正的大师，这里的那个肯定是个冒牌货。说着，马修·皮特森不禁有些犹豫，不知道是否该请费可欣过去指认一下叶晨。他之所以犹豫，是心里虽然很想这么做，但又怕说出来被费可欣拒绝，让费可欣觉得自己格局太小。毕竟费可欣贵为费家家主，如此高高在上的人，恐怕不会在意一个普通人打着自己的旗号招摇撞骗。就好像科技行业打着比尔盖茨和埃隆马斯克名号招摇撞骗的人数不胜数，真假全凭遇到的人自己辨别。比尔盖茨和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才不会出来挨个澄清或者挨个追究。可是对马修·皮特森来说，如果不邀请费可欣过去指认一下，那就没办法在萧初然面前狠狠地打叶晨的脸。要知道这可是个好机会，一旦让萧初然看穿她老公的虚伪面孔，那就很容易顺势邀请萧初然加入自己的公司。聪慧无比的费可欣一眼就看出马修·皮特森在纠结什么，于是他笑着说道：皮特森先生，不如我跟你一起过去会会他吧。平时我懒得跟那些打着我名号的骗子计较，不过今天都骗到我跟前来了，我要是再不管不问，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马修·皮特森顿时激动的嘴都快裂到耳后根了，他心中兴奋，暗忖这他妈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啊。如此想着，他恭敬地对费可欣说道：费小姐，您真是太有责任感了。说罢，他连忙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又道：费小姐，您这边请。费可欣笑而不语，微微点了点头，跟着马修·皮特森朝着叶晨与萧初然的方向走了过去。眼见费可欣过来，艾米丽王激动的双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在见到费可欣之前，她这辈子见过的身价最高的人恐怕就是自己这个董事长了。他拥有公司时的股份，身价超过10亿美金。但是费可欣是什么身份？他麾下执掌的金融帝国，资产超过万亿，在他的面前，马修·皮特森简直就是个温饱都解决不了的贫困户，其中差距可谓天壤之别。见到如此位高权重的人，艾米丽这种势利眼心里自然是10000个激动与兴奋，而心里也在瞬间想了10000种与费可欣结交，继而走上人生巅峰的可能。萧初然此时也看到费可欣快步走了过来，一想到费可欣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之前用詹斐儿的身份与自己成为朋友的过往，萧初然心里也多少有些局促，不知一会儿该如何面对现在的费可欣。
反观叶晨倒是一直保持着淡定，连头都没有转过去看一眼。费可欣刚才与马修·皮特森的对话，叶晨早就听得一清二楚。他此时只是忍不住在心中感叹，费可欣这个女孩子确实智多近妖，只是通过马修·皮特森一点不可告人的小心思，就能在心中将整件事情复盘出一个8、9不离10，这种分析能力实在令人惊叹。更让叶晨觉得有趣的是，费可欣竟然与自己的频道出奇一致。自己之所以诱敌深入，就是想把马修·皮特森逼到绝境，而费可欣竟然准确察觉到了自己的意图，并且做出了绝对的配合，这默契确实让叶晨感叹不已。不过叶晨这种头也不回的表现，在艾米丽看来反而是心虚的绝对佐证，她也愈发坚定地认为叶晨肯定不认识费可欣，于是她脸上笑意更浓，只等着看叶晨与萧初然夫妻二人的笑话。这时候马修·皮特森已经殷勤地引领着费可欣一路来到了3人面前。马修·皮特森还没说话，艾米丽便紧张又激动地向费可欣伸出双手，战声道：费小姐您好，我是对不起，我有点紧张。马修·皮特森见艾米丽紧张的话都说不好，连忙介绍到：费小姐，这位女士是艾米丽，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这一届大师班学员，也刚刚晋升了我们的高级合伙人。费可欣点了点头，礼貌地与艾米丽握了握手。马修·皮特森此时一脸小人得志地看着叶晨，笑道：这位先生，我把费小姐请过来了。费小姐，就是这位先生说您是他的客户，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说罢，他含笑看着叶晨，似乎在等着叶晨的谎言戳破。费可欣看着叶晨，故作惊讶地瞪大眼睛，随后微微躬了躬身，带着惊喜与恭敬地开口道：叶大师，您怎么也在这儿？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